在左阿曼有一条让人啼笑皆非的治愈灵魂任务线，当玩家踏入其中，真实体感就像是误入了一场我不接受我已经凉了的心理咨询现场。故事的开端就透着不对劲，长老托尼派你去库尔吉神殿寻找医药之神的神灵代言人西基塔，还特别强调他曾为许多战队疗伤。在魔兽的任务文本里，曾这个字基本就约等于现在出大事了的委婉说法。而且作为医药之神本尊的库尔吉，此刻貌似拔了网线，玩起了已读不回的底层沉默。这客服电话永远显示作息繁忙的架势，像极了互联网大厂服务器宕机2个月，主管至今还在里面装死失踪的荒诞与绝望。果然，当玩家真的抵达库尔吉神殿时，眼前的场面简直就像医院的急诊室突然闹鬼，所有病人都变成了幽灵在走廊里游荡。当玩家好不容易找到这位神灵代言人西基塔时，这位仁兄直接劈头盖脸地甩出一句：“督军阿库图随时可能丧命，而你却没拿到药。神灵不出手，我们必须帮他。”这极具攻击性的开场白，简直像你刚进诊室，医生不问病情，反而指责你怎么现在才来。此时的西基塔因为天天对着拔了网线的洛阿神灵无能狂怒，在彻底得不到官方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已经彻底疯魔。这哥们儿如今骑虎难下，疯狂碎碎念着要动用那种威力巨大却属于非法行医的禁忌肝脏仪式。这离谱的硬核逻辑，就好像一个崩溃的医生在手术室外大喊：“再不告诉我怎么做，我就要用百度搜索的民间偏方了。”西基塔为了这禁忌仪式，不仅要你去收集一份巨大的穿山甲肝脏，同时又下达了第2道备胎疗法的指令，去神庙下方的灌木丛里采集一大堆血扫枝条。此时的西基塔如同陷入了极端压力，神神叨叨地喃喃自语，说自己曾向左尔金本人发过毒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保住这位阿曼尼督军的命，所以他半步都不能离开。可当玩家低头看向那位需要抢救的督军阿库图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督军已经不是救不救的问题，这人基本已经变成鬼魂了。这惊悚画面简直就像主治医师面对一块刚从冷库里拉出来的冻肉，依然坚信只要给他多喝热水，多拔火罐，就能发生医学奇迹。而西基塔口中那句靴草给我带一大堆来，潜台词更像是在绝望地宣告：神灵不配合，大医院不收，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靠着血草土方子来救场了。于是玩家一边在灌木丛里疯狂薅草，一边去搞穿山甲肝脏，感觉自己不是在帮忙治病，而是在给某种恐怖片里的邪恶仪式准备材料。收集完东西回来交差时，整条任务线的画风瞬间从医疗事故现场一脚飙进了走进科学的恐怖即视感。那个半透明的督军阿库图在使用禁忌肝脏仪式后，不但没用，反而又躺了一次。而拿到药草的西基塔整个人突然神情恍惚，这位神灵代言人脑底部的逻辑架构仿佛发生了大面积的存储坏道，开始神经质地自言自语：等等，这流程我之前好像做过什么，为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这种恐怖的极度既视感，就像你突然发现自己正在重复一件诡异的旧事，而最关键最可怕的结局却被你的潜意识刻意抹去。此时的西基塔已经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语气一片混乱，只能像个 AI 卡 bug 的 NPC 般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意义。现在这位神灵代言人不仅神棍非法行医，居然还健忘典型的老年痴呆早期症状，连自己干过啥都忘了。玩家现在的身份根本就是一个被夹在失忆、产品经理和拒绝提供售后的傲慢神明之间的底层外包。于是玩家按照吩咐来到头顶的祭坛，点燃熏香，熏香燃起，迷雾散去，库尔吉大爷还真出来了。但这位医药之神一脸我很忙，有事说事的冷漠。玩家问了半天，库尔吉却要玩家去治疗祭坛前面找一根断裂的法杖，说找到了就能明白了。玩家找到法杖，回到洞穴交给西基塔，看到法杖的刹那，西基塔被格式化的记忆如遭雷击般瞬间复苏。他突然用一种诡异的平静喃喃道：“我记得这根法杖，我也记得那一天，原来我们已经死了。”这种原来我早就凉了的淡定，简直让人毛骨悚然。随着他的回忆，当年那场硬核的古代医疗纠纷终于水落石出。督军阿库图在城战后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医药之神库尔吉亲口下达了治不了的死刑判决书。可谁成想，督军阿库图是个重度医闹晚期患者，根本不接受这个结果，直接逼着代言人西吉塔用这根妖术领主法杖去威胁神灵，强行治疗。这离谱操作相当于拿刀架在医生脖子上大喊：“你今天必须给我治好！”而神灵代言人西吉塔在极度恐慌中手一滑，居然咔嚓一声把法杖给物理弄断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整个神殿的人被法杖里的魔法当场报复性物理超度了。接着玩家现在必须拿着这根断掉的法杖，在神殿里化身战地记者兼真相搬运工去戳醒，还在假装加班的健忘鬼魂，强行给他们进行记忆唤醒。每碰到一个幽魂，玩家都要举着法杖去善意提醒：“嗨，这位鬼魂大哥，别在工位上飘着了。其实你们公司3年前就注销了，你们也早就死透了。”所以说这破事儿的起因就是一个我不听的暴躁病人，一个我也不敢不听的倒霉医生，外加一根拼多多买的质量堪忧的破法杖。阿曼尼巨魔的医患关系都这么刺激的吗？这剧情要是搁现代，早被循环曝光800回了。
在健忘员工的崩溃声中，整座神殿的鬼魂终于全响起来了。除了最关键也是最能作死的那位当事人督军阿库图，玩家不得不拿着那根断裂的肇事法杖，走到还在那儿见谁咬谁、见谁甩锅谁的阿库图面前，像班主任抓早恋一样语重心长地摊牌：“督军大人，您看看您自己，身子都透明了，还在那骂骂咧咧，您已经是魂不是人了。”然而，这位高傲的督军瞬间展现出了死鸭子嘴硬与教科书式的否认机制，他甚至当场疯狂咆哮：“我不信！你们骗我，这都是神灵库尔吉的错！”看着阿库图这副死到临头还甩锅都砸到洛阿神灵脸上的狂妄派头，再看看旁边西吉塔那充满愧疚与释然的表情，玩家传神体会到了什么叫不醒一个装睡的鬼。无奈之下，玩家只能像一个充满耐心的幼儿园老师牵倔驴一样，强行把这个拒绝面对现实的铁头亡灵一路拖到了医药之神库尔吉面前，让他们进行一场迟到了无数个版本的神凡对话。那一刻，洛阿神灵面对着地上这个还在跳脚的半透明巨魔，长叹了一口气，那冰冷而无奈的眼神仿佛在说：“我当初明确说了治不了，你们非要医闹，非要做，现在作死了还怪我。”最终，这场由凡人的偏执与医闹演变成的巨型悲剧，在医药之神库尔吉的一番富有大厂高管退休致辞风格的哲理独白中，缓缓落下了帷幕。神灵淡淡的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悟道的途径，阿库图也不例外。可惜他至今仍未找到方向。”翻译过来就是：这倔驴还是没想明白，但他得自己走出心魔。随后，库尔吉留下一句温柔的亡魂终将安息，便宣告心理咨询室永久开放。经历了否认、愤怒、抑郁等所有心理阶段后，这群被格式化的灵魂终于在神灵的悲悯中走向了接受死亡的终点。玩家拍拍屁股跑回村子，向长老多鲁汇报了这趟犹如坐了过山车般的魔幻见闻。长老听完，一脸云淡风轻，给了玩家任务奖励。玩家除了解锁正式供奉库尔吉的渠道，解锁成就治愈灵魂外，还拿到了一张图样圣佑川山甲护符。这不是一个治愈身体的故事，而是一个治愈灵魂的故事。暴雪通过这个故事，深刻地讽刺了那类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偏执文化，给所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偏执者敲响了警钟。现实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可以逆天改命的穿山甲肝脏禁忌仪式，学会在废墟中承认失败，放过自己，是比盲目强求更高级的修行。就像库尔吉那句极具超脱感的独白：“每个人都有自己悟道的途径，阿库图至今仍未找到方向。尊重客观规律，比坚持主观意愿更重要。”最后，那张将医疗事故合法化、去血腥包装的圣佑川山甲护符图纸，则是暴雪留给玩家最极致的黑色幽默。